搞明白 3D 打印没你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你能知道建模、切片、打印这3件事儿，那你也是 3D 打印专家。相信大家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呢，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情况，需要一些制定化的物品。这些物品买不到，想自己做又没那个能力。比如想送女朋友一个外形独一无二的 DIY 礼品，比如课程设计需要一个特殊的模型，比如需要帮助孩子完成一个奇葩的学校手工作业，再比如电脑桌上需要一个制定的线材收纳器，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会 3D 打印，那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化解了。咱们今天就响应大家的号召，掰开了揉碎了讲讲关于 3D 打印的核心技术。当然，即便你没有 3D 打印机，也可以享受到 3D 打印技术为你带来的便捷。刚刚已经说了，想搞明白 3D 打印机的使用原理，搞明白建模、切片、打印这3件事就行了。那怎么理解这3件事呢？我们可以拿传统打印机打印一篇文章这个过程来举个例子。用打印机打印文章，首先要通过文字编辑软件把文字输入好，这一步呢就相当于建模。接下来进行排版、页面设计，以保证打印的内容是符合打印机的要求的。这一步呢就相当于切片。最后打开打印机，放入纸张，点击打印按钮就行了。这一步就相当于打印。当然，我们现在常用的 Word 这类软件呢，其实是把文字输入和排版2个独立的工作合二为一了。但在 3D 打印中，建模和切片依然是2个非常独立的事情。需要说明，这只是一个类比，不是精准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要太较真。有了这个认知呢，咱们再一步一步的往下学。实际上，建模是一个很直观、很容易理解的名词，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制作一个最终需要打印物体的 3D 数字模型。就像你写文档的时候需要 Word 软件一样，建模也有专门的软件。比如艺术设计类的建模软件有犀牛、ZBrush、3ds Max 等等等等。3D 动画类的建模软件有 Maya、Blender 等等等等。工业类的建模软件有 SolidWorks、Pro-E、UG 等等等等。艺术类建模软件和工业类建模软件的建模思路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这就像画画和画图纸的区别。画画你可以信手拈来，怎么好看怎么画，更重要的是艺术性和审美。但画图纸就完全不一样了，每根线多长，线与线之间的夹角是多少，2个平行线的距离是多少，都是需要精确的定义的。所以艺术类的建模软件更适合用来设计人体、动物、花草树木这种尺寸要求不高但艺术审美要求较高的物体。而工业建模软件呢，更用来适合设计零件、电子产品、工业品等这类尺寸要求比较高的物体。我自己没有什么艺术细胞，所以我自己最开始学习的呢是工业建模软件 SolidWorks。我自己买了一本书，大概照着做了1/3，基本上简单的工业模型呢就都能设计了。当然，上面说的这些软件都有一定的上手难度，光入个门也是需要花费一些心思的。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另一个更容易上手的 3D 建模软件 Fusion 360。这个软件呢，对没有基础的朋友非常友好，网上的学习资料也比较丰富。想尝试 3D 建模的朋友呢，可以用这个软件来入手。如果听到这里开始有点犯困呢，请深吸一口气，下面重点来了。请记住呢，不管用哪个建模软件，我们最终要得到的交付物是一样的，就是一个 STL 格式的文件。这个文件记录了 3D 模型的3维空间数据。3D 打印的后续操作呢，都要基于 STL 文件进行。所以不管你使用什么 3D 软件，最终的目标就是导出模型的 STL 格式文件。几乎所有的建模软件呢都支持 STL 文件的导出，这一点呢不用担心。到这里可能你已经想到了，建模最终需要的就是这个 STL 文件。所以即便你不会使用 3D 建模软件，只要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你想打印物体的 STL 文件就行。目前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在 STL 分享的网站上直接来下载。有很多手工类的视频博主呢，也会分享自己制作的 STL 文件，大家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到。这里我们使用 SolidWorks 建立一个10毫米见方的立方体模型，并导出成 STL 文件，方便我们后续演示使用。对于你来说，不管通过何种方法，只要得到了这个 STL 文件，那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切片是进行 3D 打印的第2步，也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一步。其实切片操作的本质是将 STL 文件转换成 3D 打印机能够理解的文件格式。为了更好的理解切片过程呢，咱们不妨先来看看 3D 打印机硬件的工作原理。这里咱们使用最常见、最普及的传统 3D 打印机来举例。
传统的 3D 打印机也是一种数控系统，核心控制板同时控制着3个步进电机的转动，来精准的移动材料挤出头到允许空间内的任意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台，控制这个电机可以在 X 轴移动挤出头，控制这个电机可以在 Y 轴移动挤出头，控制这个电机可以在 Z 轴移动打印平台。因为我们一般将打印平台视为原点，所以可以理解为挤出头相对于打印平台在 Z 轴移动了。给大家演示的这种是比较经典的3轴移动结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各种结构，最终只要保证挤出头在 X、Y、Z 3个轴能自由移动即可。由于控制器可以精确地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再通过丝杆旋转传动，挤出头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空间位移精度。除了控制空间移动的3个步进电机外呢，打印机挤出头还有一个步进电机，用来精准地控制打印材料的挤出量。精确地控制这4个步进电机的工作状态呢，就是 3D 打印机最核心的工作原理。实际工作时， 3D 打印机是将打印目标一层一层地打印出来，所以大部分时间挤出头是在 X 轴和 Y 轴运动的。当打完一层以后， Z 轴移动一个层高，然后开始打印第2层。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切片到底是干什么的了。没错，其实切片就是告诉 3D 打印机目标模型总共要打印多少层，每一层应该如何打印。这个过程本质上是 3D 打印机执行 G 代码的过程。这个所谓的 G 代码是一组指令集合，每一个指令都对应了一个具体的操作。比如这个指令意思就是将挤出头以每分钟9000毫米的速度移动到 X 轴 70.699， Y 轴 72.424， Z 轴 0.300 这个位置。G 代码的命令有很多，这里不做过多的解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查阅资料。现在你只需要明白 3D 打印机的工作过程其实就是执行一行又一行的 G 代码命令的过程。那切片这个步骤要做的事情就是将 STL 文件转化为 G 代码文件。具体操作就比较简单了，我们一般通过 Cura 这个软件来完成切片操作。打开软件，将准备好的 STL 文件导入进来，我们就能看到要打印的对象了。一般来说还需要设置层高、填充密度、打印速度、支撑类型等参数。这些参数如何设置和具体打印机具体的打印内容有关系。设置方式一般在打印机附带的说明书里会有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最后我们只需要保存 G 代码，切片操作就完成了。请看好了， G 代码文件的后缀名是.G-code。和前2步相比，打印这一步就容易多了。首先你要准备一台 3D 打印机。目前根据成型的方式不同，主流 3D 打印机有 FDM 和 SLA 2种。FDM 叫做熔融堆积技术， SLA 叫做光固化技术。SDM 技术的 3D 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将融化的热塑性材料挤出到 3D 打印平台上，通过层层堆积的方式逐步铺设，直到形成最终的 3D 模型。这种也是我之前一直演示使用的 3D 打印机类型。SLA 技术主要通过紫外激光光源照射到液态光敏树脂上，将光敏树脂逐层固化。当第1层光敏树脂固化以后，平台会上升一定距离，然后再用激光打印第2层，以此类推，逐层打印，最后打印成一个整体。和熔融堆积技术相比，光固化技术具有更高的精度，打印物体的表面也更光滑细致。但目前光固化材料强度比传统的 3D 打印材料相对差一些，同时光固化的打印机和耗材的价格也相对更高一点。近年来，第2代光固化技术 DLP 也开始大放异彩。SLA 在进行光固化的时候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固化的，打印速度相对较慢，而 DLP 打印机使用投影器把整个打印层的信息一次性投射到光敏树脂上，整个层同时固化，这样打印速度就会快很多。大家在选购 3D 打印机的时候，如果只是日常使用，主要参考因素还是价格。从这个角度看，传统 FDM 打印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基本上2000以内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家用机了。如果你要对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比较满意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配件自己组装，那就更便宜了。有了打印机还需要选择打印耗材，对于 FDM 打印机来说， PLA 和 ABS 是最常用的耗材，因为价格便宜，所以十分普及。ABS 是常见的工程塑料，具有较好的机械性能，但 3D 打印条件要求苛刻，在打印过程中呢，容易产生翘曲变形，而且容易产生刺激性的气味。PLA 是可降解的环保塑料，打印性能较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热塑性聚合物。我这里日常使用的就是 PLA 耗材，这样一大卷大概是1公斤，价格大概是60元左右。
至于还有其他的金属粉末材料、陶瓷材料等等，家用不常见，我自己也没有用过，这里也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当打印机和耗材准备好，我们只需要通过 SD 卡、网线、数据线等各种各样打印机支持的方式，将 G 代码传输到打印机，然后操作打印机开始工作就行了。比如这个立方体 G code 的文件，咱们把它拷贝到 SD 卡，把 SD 卡插入到 3D 打印机，在打印机操作界面点击打印就完事儿了，就是这么简单。当然，如果你不打算购买 3D 打印机，淘宝上也有很多付费提供 3D 打印的商家，你只需要把 STL 文件和钱给他，你就能获得一个最终的模型了。到这里 3D 打印的基础就全讲完了，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步，建模，交付的结果是 3D 模型的 STL 文件。建模主要通过建模软件完成，直接在网络上下载也是不错的 STL 文件的获取方式。第二步，切片，交付结果是供打印机使用的 G code 文件。切片主要通过 Cura 软件完成，具体的参数配置要根据打印机和打印内容具体调整。第三步，打印，交付结果是最终打印的实物。家用打印机选 FDM 类型，耗材选 PLA 比较实惠。不差钱选光固化打印机，打印精度会高一些。如果这些内容你都听明白了，那 3D 打印的理论知识你就基本具备了。当你要真正的使用 3D 打印机的时候呢，再遇到什么不明白的问题，也更容易有的放矢的去寻找解决办法。关于 3D 打印，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请随时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一下。也谢谢你的点赞、收藏、分享。我是尹白猿，一个带你做好东西的工科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